好，我们进入这个撒母耳记下第18章。那么我们知道户筛的计谋，就拖延了这个一段的时间，所以押沙龙就照着户筛的计谋来召集他的军队，然后要预备的向这个大卫来攻击。那么这同样的，这计谋也给大卫一些的时间，可以重整他自己的这一个军队。所以从18章第1节就说，大卫数点跟随他的人，立千夫长、百夫长来率领他们。那从这一节的经文，你就可以看见大卫是一个军事的奇才。他不管军队来到怎么样的地步，他都能够把军队给整合起来。也就是他现在在野外了，已经不是在他原有的王宫里面。他现在的跟从的人就是那600个勇士。他怎样子利用这些勇士来继续的来重组这个军队来打仗？所以首先他一定要知道到底有多少人数，所以他说数点跟随他的人。这个数点就是要知道到底有多少，所以数点是重要的啊。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参加一个教会，那你属于不属于这个教会很重要的。我知道信徒常常觉得无所谓的，我只是教会的一个人，我来也好，不来也好，我加入教会也好，不加入教会也好，都没有差别的。其实你这样想是错的。你参加一个教会，如果你要在这个教会成长，你就要委身在这个教会。那你委身这个教会，基本上我们的方法就是你要成为教会的会友。那为什么你要成为会友呢？那你的牧师可以把你算在里面 ，call you in， 啊，你每次在新加坡的时候，你唱 Count on me， 啊，那么你要对教会也是要讲 Count on me， 啊，所以你一定要属于教会。那因为如果你不属于教会，教会怎么知道能不能用你，能不能动用你？如果你在这里做礼拜可以做几年，你从来不是这个教会的会友，我们怎么能够动用你？不能的。所以因此，这个人数在教会里面是重要的，因为你可以看到整个旧约的时代，上帝也把人数算在里面。所以大卫知道多少人是支持他的，啊，不然的话，平安的时候你在这个教会，困难的时候你跑掉，那怎么办？所以求主给我们，实在在教会里面，上帝把你放在哪里，用你的恩赐才干来服侍主，来兴旺主的福音，来跟主的仆人一同的同心合意，哈。那么大卫也是一样，他数点了所有的人，他知道有多少人是跟他一起打仗的。然后接着下来是分派这些将领，每一个队伍都要有一个头，那所以他就找出了3个头出来啊。圣经等一下我们会看见他安排的这3个头。分派将领的意思就是，每一个他有千夫长，有百夫长啊，来率领他们。为什么要立千夫长、百夫长啊？这就是责任的分担。这也就是每一个团队都有一个负责人，那我们不能够没有负责人的。一个教会有牧师、有传道人在负责，有长老执事在负责，每个小组有组长在负责。那我们不能够没有头的，没有带领的人。为什么？因为没有头、没有人带领的话，啊，我们一起带领就是没有人带领，啊。记得很多工作是我们一起做，就是没有人做。所以我们不能够一起的。如果我问你的教会谁负责，你讲不出来，你说一群人，那就没有人啊。就当你等你固然都是一群人，但是总有一个什么，有个带头的。所以每一次为什么我们有一个小组一定要有一个组长啊？每个人都要出力，但组长就是负责把它联系起来。大卫很清楚，这是一个军队里面一定要有千夫长、百夫长。然后他选择自己亲自出阵，他以后要带领这个队伍，他自己要做一个榜样，所以他是有这一方面的能力，很快的把它整合起来了。第2节一起读：大卫打发军兵出战，分为3队，一队在约押手下，一队在显鲁雅的儿子约押兄弟亚比筛手下，一队在加特人以太手下。大卫对军兵说：“我必与你们一同出战。”所以他把它分成3个队。大卫的策略是，他知道不能够直接跟押沙龙的大军作战，所以因为寡不敌众，所以他将他的军兵分成3队。他有3大的将帅，一个是约押，
一个是亚比筛，一个是迦特人以太。所以把它分好了之后呢，他们可以按照他们的这个不同的能力，成为这个打战的一个队伍。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基本上他都是在死海的附近。他从耶路撒冷过了约旦河，所以大卫就来到这个马哈念的地方。那在这个地方，他有一个以法莲的树林里面，他要在这个树林里面呢，跟这一个以色列的军队来交战。所以第3节他说他要出战，军兵却说你不可出战。若是我们逃跑，敌人必不介意；我们阵亡一半，敌人也不介意。因为你一个人强势我们万人，你不如在城里预备帮助我们。他要出战啊，他要跟他们带领他们全体勇士，不准大卫出战。为什么？3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他们看重大卫的命，他说你一个人强过我们什么万人。你看见他们就是要什么？要保护他，让他能够得到保护，因为他的命很重要，所以他们不要他出战。所以你看亚希多弗说我要单杀大卫一个人，可见大家的目标都在他的身上。那如果他不出战的话，那就表示他们可以放胆打战，他们不用顾忌大卫的安危，他们不用保护大卫了，他们可以全力以赴的打战。第二个原因是他们要大卫援助，你就留在城里吧，万一我们出去打战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才出战吧，你的后备军才来吧。所以把它放在一个后备的位置上面。当然更重要，他们体贴大卫，要跟自己的儿子打战啊，不是很容易的啊，是不易的哈。以儿子打战是不容易的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很体贴大卫，不要他面对押沙龙的时候的困难啊，因为于情于理他是父亲，他又是军长，那么怎么样子打呢？这是很艰难的，所以他们就不要他出战。所以第4节，大卫王就向他们说：“你们以为怎样好，我就怎样行。”那这节圣经就可以看出大卫为什么是一个好的领袖，他身上具备了一个好领袖的特质。他能够讲出这句话，你怎么说我就怎么行。那他不抢功，他信任他的助手，他立千夫长百夫长，他要出去打仗，他们不给他出去，他相信他相信他们能够把事情做好，他不会抢着说我也要把这个工作罢来做，我也要把这个工作抢来做。那这个工作也可以变成一个功劳，我要抢这个功劳。他不怕百夫长千夫长立功，他信任他们，所以这是好领袖一个特质。我们不能够立千夫长百夫长，然后我们不信任他们。我们不能够立各部门的同工，然后我们有组长，我们有这些各部门的带领的同工，然后我们怀疑他们，或者跟他们抢着工作，不行的。你相信他们，他们能够把事情怎样做好。你找他做，就要相信他。为什么你找他？就是你相信他。那么如果你不相信他，那你为什么找他？这很矛盾的。所以我们如果你很小心的筛选你的这些千夫长百夫长，他交给耶亚，他交给亚比筛，他交给以太这些人，他知道他们能够，所以不跟他们抢功。这是一个领袖的一个特点，所以记得。第二，他不顽固，他听取意见。当然他有他的看法，他要出去打仗，因为这个是国家的事情，但是他不顽固，他们有他们的理由。的确他一个人胜过万人，他又不是没有打过仗，在所有的战场上他已经能够证明他自己可以打仗了。不过在这种特殊的关键里面，这些人有另外的看法，说你就不打吧，所以他也不顽固，他也听取什么意见。那有时候领袖有个危险，就是到了一个时候会很顽固的。什么人最难劝的，你知道吗？做头的人最难劝啊，因为他做头惯了，他做决定惯了，你要劝他有时候很难的。这个世界上很多的时候，你来到一个地步，你发号施令惯的时候，你很难劝的。所以有一些职业很难劝的。什么人很难劝？老师很难劝。老师的职业整天教别人，告诉你怎么做，你要他听别人的意见，很不容易的。
啊，所以你家里有老师吗？啊，你知道的，啊，老师不容易，因为这个是惯了，这是这种职业上的习惯了。所以如果你家里有这个统领军队的啊，那些武装部队的军官、高级军官的，你要听他听话，有时候很难的，他有他自己的主见。还有什么很难劝的？牧师也很难劝。这是要公平一点啊。实在的，我们很难劝，我们也承认。所以特别日子久了之后，我们更有顽固的心啊。我们在经验方面，可能我们在领导的方面已经习惯了，所以我想弟兄姐妹都明白。所以常常为你的牧师祷告，软化他的心哈，让他们能够听起意见啊。那么更重要的，这个好的领袖，他不僵化。你看大卫，他能够去能够生的，他打前锋可以，他们叫他做后备，他也可以。打前锋当然比较刺激，但是他说你做后备军吧，他也可以委身下来做后备军，好吧，我就在后面等吧。啊，前面很精彩，但是后面也很重要。他没有说我就只得在前面，我一定要在前面。所以这是他不僵化，在必要的时候，他可以按照不同的情况来改变他的这一个领导跟生命的方式。所以大卫的确是有他过人的地方，这些都是我们常常需要注意、常常要操练的啊。我们不能够只能够发号施令，不能够做其他的服事，应该也是要能够的，这叫能屈能伸。所以他就接受他们的意见了，然后就不出去打仗了。第4节下半段，于是王站在城门旁，军兵或百或千的挨次出去了，他就看着他们出去了。这句话表示什么？一个好的领导就产生好的跟从者，因为他是一个乐意，他是一个好的领袖，所以这些人很愿意委身为他打仗，所以他们愿意服侍一个好的领袖。所以如果你不是一个好的领袖，人家要跟你一起的同工很难。所以我刚才说这个亚撒龙带领军队，其他人跟着他的很辛苦，因为他不是一个好的领袖。所以现在大卫是这样子的一个杰出的领袖，你看他们很愿意说挨次这些人就出去一个一个的愿意替他来征战。所以让我们在整个的团队的互动里面呢，带领的人是好的，也培养好的跟从者。其实好的领导也是从好的跟从者出来的。所以你要做领导，你要先做一个什么跟从者？你不是一个好的跟从者，你也不会是一个好的领导。所以大卫在这一方面就看见这些兵一个一个的走出来为他打仗。第5节，王就嘱咐约押、亚比赛、以太说：你们要为我的缘故宽待那少年人亚撒龙。王为亚撒龙嘱咐众将的话，兵都听见了。在大卫里面有一个节，这个节就是这次的打仗是关系他的儿子亚撒龙，所以他特别留了一句话，请大家宽待那少年人亚撒龙。好，大卫的心意是什么？就是要大家尽所能的活捉亚撒龙，而不是杀害他。如果你们能够打胜他的时候，不要把他杀了，活捉他，这叫做宽待那个少年人。这是他整个的心愿，他讲给全营的人听。那我想每一个人都能够明白啊，大家都能够体会大卫的心肠，都知道他的痛苦，他的结在什么地方。所以要对付的是他的儿子，接着他交代了之后，那他们都愿意什么听进去。那为什么特别圣经提到兵都听见了呢？嘱咐众将的话，兵都听见了呢，其实就互相的什么成为一个约束。如果将领听见了，兵可能没有听见，所以兵可能会做错事情。兵听见了，将领如果没有听见的话，将领可能会做错事情。兵听见了，将领又听见，大家互相约束了。就是如果你真的要把他杀的时候，你得想，因为很多的人都听见大卫讲的话了，所以大卫把他的心意来告诉他的这些的军队。军队有没有人反对呢？没有人反对，因为这个可以理解的，所以他们很愿意就活捉这个亚撒龙。
所以第6节，兵就出到田野，迎着以色列人，在以法莲的树林里交战。你看，大卫的勇士们就有聪明了，他们知道人少，这个亚撒龙的军队多，要打什么战？如果平原打战的话，他们一定惨，因为他人很少，他们的军队很大，所以他选择进到树林里面去，所以他们就躲在这个以法莲山上的树林，他们要跟亚撒龙的大军做什么？做游击战，人少做游击战是最好的。你知道越南的军队为什么可以打胜美军在越战的时候？如果你看过很多越战的这些记录的时候，你发现一件事情，就是美国的军队强大，军备最好，人数最多，但是没有办法跟越共打。为什么？因为越共打的就是游击战，所以他可以躲起来，他可以出现，他可以设陷阱，他可以埋伏，他只用很少人可以对付很多的人。那么人一多进到森林里面去的时候，你就变成太明显了，他人少就躲起来就容易了。所以这就是将这些军队领导的的聪明，他们用的策略是对的。所以果然亚撒龙的大军虽然人数很多，一进入树林，行军就被树木所阻，人多也无用武之地所以你打战也要看场地。所以第7、第8节我们一起读：以色列人败在大卫的仆人面前，那日阵亡的甚多，共有2万人，因为在那里四面打战，死于树林的比死于刀剑的更多。那日阵亡的甚多，共有2万人。大卫的军队有多少人呢？600人，这么大的县属，所以他死了2万人，他还有很多人。但是大卫的600人是不能够死太多的，所以他们就这场战争，大卫打胜仗。大卫胜战的原因在哪里？勇士精通游击战所以他一个人可以应付什么？很多人。你看过Rainbow One 吗？一个人对所有美国的这些美国的这些警察，以后对美国的军队，他一个为什么？他就是打游击战。这同样的精通。第二，地势上占上风你人一多进到树林里面去，有一句话说，圣经刚才有一句话说，他们死于树林的比死于刀剑的还多。什么意思？人一多的时候，有时候在这个树林里面可能有山坡、有陷崖、有陷阱，他们掉进去死掉了。所以很多人其实是意外死的因为在整个树的可能某一些原因，他们很多都被打败，所以地势上他占上风。还有亚撒龙不善战，亚撒龙会打战吗？不会。这个太子爷不会打战，很会骑马但是不会打战。你想想看，如果他是一个将领的话，他看到大卫是躲在树林里面的时候，他不会调动全部的军队进去的，不会2万人军队进去的。他应该挑选什么？挑选那些能够打游击战的，他要挑选那些作战的精英的部队进去的，而且人不能多。但是他不会打战吗？他不会打战的观念就是人多就赢咯，全部进去，人多就去赢。这个人越多，这个被打败、被打倒的那个人数也越多，所以他不善战。当然，归到最后的最重要的原因，因为上帝上帝帮助所有的战争，大卫的战争有神的帮助在背后。那说明很多的事情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胜利也是如此。你得做好很好的装备，对的策略，你的训练、你的栽培、你的人才，你各方面的训练都要正确。还有，你一定要在对的地方你要在占上风地势上面的考虑当然你要很好的来各方面的装备，但最重要的还是什么？还是上帝帮助我们。所以这就是大卫能够胜利的原因那大卫既然打胜仗了，第9节就讲一件事情，一起读：亚撒龙偶然遇见大卫的仆人，
亚撒龙骑着骡子从大橡树密枝底下经过，他的头发被树枝绕住，就悬挂起来，所骑的骡子便离他去了。好，亚撒龙偶然遇见大卫的仆人，就表示大卫的仆人躲藏得很好，那偶然会出现啊，所以这是造成他什么恐惧害怕啊，一下子看见大卫的仆人，一下子不见了啊，一下子出现，一下子什么消失了，他开始害怕。他一害怕的时候，他骑着的骡子就这样就乱闯了。这个乱闯的结果就是这样，因为树很密，所以他一看到他慌了，就跑的时候，他的头发就被树枝怎样缠住了。还记得他的头发吗？他头发很长，对吗？他每一年要剪一次头发，他现在头发这样被缠住了。那亚撒龙为什么骑着骡子？驴子跟马啊结合的叫做骡子。骡子不是犹大地的特产，骡子是进口的。这个进口的呢是专为作为皇帝用的，就是王用的，王的私人的所骑的。那你进去打仗的话，你就骑骡子。那不太对劲，但这个打仗骑骡子行不通的，打仗应该骑什么？骑马。但是为什么他骑骡子呢？因为骡子是大卫的御用骡子，从大橡树周密的树枝上，他骑着骡子是大卫御用的。用简单的话来讲，如果你今天上战场的话，你要驾坦克，对不对？对不对？你可不可以说我是王？我平时是做 Rolls Royce 的啊，所以我打仗的就把劳斯莱斯加进去了，或者你的这个专用车是这个名贵的车，然后你加名贵的车去了，不能的，打仗就得坐坦克。但是问题是他不要，他就什么？他把他的 Mercedes-Benz 平治的车加进去了，意思是一样的。那你在这种沙场上面，你越名贵的车越不能走沙场了嘛，对不对？所以同样的，你可以理解的，他一看见这些大卫的勇士，他害怕，他就跑的时候，结果这个头发就怎样被树枝绕住，整个人就被悬挂起来，他所骑的骡子什么也跑掉了，他就掉在半空。这件事情给你看得很清楚，其实整个的事件发生得很突然，我们以为他会被人抓住，啊，我们以为他最后会跌倒，啊，我们可能以为以后他会怎样子的某一种情况之下，被杀了，但完全没有想到他竟然被树怎样给吊起来了，哈，然后整个人吊在半空中的，这是上帝对付亚撒龙的骄傲。亚撒龙非常俊美，但最美的是他什么？头发，所以他喜爱束长发，一年才剪一次。神就使他死在自己的什么长发上，要很小心，因为长发已经成为他的神，所以你靠什么，那个什么可能就是危险的。你记得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彼得拿起刀来要救耶稣，耶稣对他说什么？动刀的必死在刀下，因为你要靠刀的话，你就死在刀下。所以你认为你是最骄傲的，那可能你就在这件事情上失败。所以亚撒龙也是，头发是他最骄傲的，但没有想到头发就把他吊死了。所以如果你说我很聪明，当心，可能你的聪明就把你什么给害了。所以你依靠什么？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我们不要靠我们自己的才干能力，我们有才干能力，我们有很最强的，我们还是要靠上帝，用我们最强的能力来服侍主。所以这是第一个，他最爱的，成为他的害处。第二，他骑骡子作战，骡子只有能力背负重担，走路却不像马那么敏捷。所以如果这个骡子是大卫的御用的，更显出亚撒龙急于想要享受父王所享受的，并没有考虑到是不是可以到战场上去啊。所以他为了说我是王，我骑我的骡子，每个人
没有人骑骡子，就他骑骡子，这王平时用的嘛。这只骡子以后会再出现在哪里？在列王记下，到时候谁做的呢？所罗门做，所罗门就坐这个骡子去登基用的。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知道他的那个骄傲，所以使到他忘了现在是打仗啊，太子你是打仗啊，你要换成打仗的衣服，你不能够再穿着很时髦的衣服啊，你的绫罗绸缎不是这个时候的，但是他完全没有这种概念。第三，亚撒龙被自己的长发悬挂起来，其实救自己有难吗？不难，他用刀割下去，他就可以下来了。好，结果他怎样？他不愿意啊，所以结果被耶亚刺死，算是死有余辜啊。原因是因为他不舍得剪头发啊，他不愿意把头发给砍断，他宁可什么？宁可死掉在那边，他要什么？保留他的头发。不奇怪的，弟兄姐妹，今天很多的人啊，他不怕死，他就是爱美啊。所以我很多的时候，人为了就是这样，他照顾他的身体，他就是不愿意做任何的这个移动，他就是要保护他自己。所以这次很可惜的，人都是有某一方面的软弱。所以按当时候的实况，亚撒龙有足够的时间可以自己救自己的，他只要把头发一砍，他掉下来，他就可以逃了。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有10个人看见，就告诉耶亚说：“我看见亚撒龙挂在橡树上了。”耶亚对报信的人说：“你既然看见他，为什么不将他打死，落在地上呢？你若打死他，我就赏你10舍客勒银子1条带子。”耶亚忽然间讲这样的话，令人感到很惊讶。他忘了大卫说什么：“不要杀他，请宽待这个少年人。”他竟然要出钱叫人杀他。但是那些人对耶亚说：“我就是得到你的1000舍客勒银子，我也不敢伸手害王的儿子，因为我们听见王嘱咐你和亚比筛，并以太说你们要谨慎，不可害那少年人亚撒龙。”13、14节我们读。我若妄为害了他的性命，就是你自己也必与我为敌。原来无论何事都瞒不过王。耶和华说：“我不能与你留连。”这个人说：“我不能杀他，就算你给我钱，我不能杀他。”也就是表示，当时候有人看见亚撒龙被吊起来，也不会有人去杀他，所以他可以逃的，但是他没有逃。所以耶亚却什么？听见他被挂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所以14节他说：“耶亚手拿3杆短枪，趁亚撒龙在树上的还活着的时候，就刺透他的心。”不但这样，给耶亚拿兵器的10个少年人围绕亚撒龙，将他怎么样杀死。所以耶亚自意决定要把亚撒龙杀死。耶亚为什么要违背王命啊？可能有些原因。我想耶亚认为呢，大卫不应该爱自己的儿子多过爱众军，这是他对大卫的意见。因为当大卫说：“请你宽待那个少年人”的时候，大卫就认为为什么有这样特别的对待？所以他认为大卫不应该发出这样的命令。你发出这样的命令，我越是怎样，我越是不愿意跟你合作。这是耶亚可能这样的想法。还有耶亚认为他曾经帮助过亚撒龙，求王将他召回来，又求王准亚撒龙觐见大卫王，所以他曾经做过和事佬。现在造成了亚撒龙的叛变，他自己有责任。或许他认为他当时不应该把亚撒龙带回来，所以他觉得既然你背叛我，给你机会你背叛，所以我有责任把你消灭掉，所以他杀了他。第3个原因是约亚认为保存亚撒龙的性命是不公义的，因为亚撒龙的行为卑鄙，他实在是死有余辜。意思说你是个背叛的，你不公义的，怎么可以被好的对待呢？所以他如果判君一定要死的话，就算你是太子，你也是什么，也是要死的。第4，耶亚认为听从大卫的命令，可能就像杀乌利亚一样糊涂。当年他们要他杀乌利亚，
那样的糊涂，所以他决定不听从。那其实我们看见，后来大卫曾经吩咐所罗门杀约亚，到最后的时候，所提出的理由也只是因为约亚曾经杀了以色列的2个元帅亚尼尔和亚玛撒，但他没有提到约亚也杀死亚撒龙，违抗大卫的命令。所以这件事情是大卫的纠结。所以当约亚把他的孩子杀了之后，我们看见约亚做了违背王命的事情，所以亚撒龙一死，以色列百姓就害怕，所以约亚就吹角拦阻众人，他们就回来，不再追赶以色列，所以亚撒龙就死了。17、18节我们读，他们将亚撒龙丢在林中的一个大坑里，上头堆起一大堆石头，以色列众人都逃跑，各回各家去了。所以他们把亚撒龙给埋葬起来，丢在一个大坑里面，上面放了一个很高的石头。18节再读，亚撒龙活着的时候，在王谷立了一根世竹，因他说我没有儿子为我留名，他就以自己的名称，那世竹叫亚撒龙柱，直到今日。其实当年亚撒龙有立一根世竹，他说没有儿子为我留名，那为什么呢？他有孩子的，很有可能当他立世竹的时候，他的孩子都死了啊，所以他才会这么说。19、20节，撒杜的儿子，我们再读，撒杜的儿子亚西玛斯说：“容我跑去，将耶和华向仇敌给王报仇的信息报于王知。”耶和华对他说：“你今日不可去报信，改日可以报信，因为今日王的儿子死了，所以你不可去报信。”约亚对古示人说：“你去将你所看见的告诉王。”古示人在约亚面前下拜，就跑去了。撒杜的儿子亚西玛斯又对约亚说：“无论怎样，求你容我随着古示人跑去。”约亚说：“我儿，你报这信息，既不得赏赐，何必要跑去呢？”我们说过，亚西玛斯是一个传信息的人，所以他知道亚撒龙死了，他们打胜仗，他要去报信，但是约亚不给他去。然后一个古示人，约亚就对古示人说：“你去报信。”那我们就问约亚为什么要阻止亚西玛斯报信？很有可能约亚很怕亚西玛斯将约亚杀死亚撒龙的事呢，原本的告诉王，然后造成王要追究他，这是一个可能性。所以他不要给亚西玛斯去报信，他叫那个古实人去。然后你看到23节。他又说：“无论怎样，我要跑去。”亚西玛斯说：“约亚说你跑去吧。”亚西玛斯就从平原往前跑过古示人去了。但是现在呢，他又答应他去哦。为什么现在又答应呢？因为古示人已经先跑了，所以约亚认为古示人会先把消息带给这个大卫。大卫为着胜利的消息的时候，王跟众人欢喜的时候，那就算是亚西玛斯到的话，将亚撒龙的死讯告诉王，王的难过可能会被先前的欢喜给遮盖了。所以约亚就批准亚西玛斯回去告诉王，主要的就是为着他能够不要这么清楚的让大卫知道他是怎么杀约亚的。那圣经告诉我们，大卫就坐在城瓮里，守望的人上城楼的顶上举目观看，就有一个人跑来了。守望的人就大声告诉王，王说：“他若独自来，必是报口信的。”那人跑得渐渐近了，守望的人又见一个人跑来，就对守城门的人说：“又有一个人独自跑来。”王说：“这也必是报信的。”所以古示人跟亚西玛斯2个跑来。守望的人说：“我看前头人的跑法，好像撒杜的儿子亚西玛斯的跑法一样。”王说：“他是个好人，必是报好消息的。”所以这个亚西玛斯跑得比古示人什么还快，换句话说，他追上古示人了，所以他跑得还快。那亚西玛斯就向王呼叫说：“平安了！”就在王面前脸伏于地叩拜，说：“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已将那举手攻击我主我王的人交给王了。”他报告大好的消息，他们打胜仗了。他们报了这个消息之后，所以为什么他跑得比古示人还快呢？因为他是大祭司的儿子，亚西玛斯他不是为这赏赐，乃是非常关心这场战争的胜利。
远远胜过古时人所关心的，因为他的父亲就在什么亚沙龙的这个军队里面。如果他们打败仗的话，那他的父亲就遭殃；如果他们打胜仗的话，他的父亲就安全了。所以他很欢喜，所以他跑很快，比古时人还快。所以他把消息报告给大卫了。王就问他说：“少年人亚沙龙平安不平安？”亚西玛斯回答说：“也要打发王的仆人。”那是仆人听见众民大声喧哗，却不知道是什么事，他不敢讲。他知道亚沙龙的死讯怎么更像王来讲，报死讯的不容易的。所以有些工作很难做。你知道有些警察专门上门告诉人家说你某某家里某某人死了吗？这种工很难做的。所以同样的报死讯很难的，所以他就不讲，因为他先报好消息。那亚西玛斯不敢回答，因为知道约押不喜欢他将这事告诉王。亚西玛斯也没有想到王关心儿子亚沙龙比关心打胜仗更强烈，所以那时候王就说：“你退去，站在旁边。”他就退去站在旁边。然后31、32我们读，古时人也来到，说：“有信息报给我主我王，耶和华今日向一切兴起攻击你的人给你报仇了。”王问古时人说：“少年人亚沙龙平安不平安？”古时人回答说：“愿我主我王的仇敌和一切兴起要杀害你的人都与那少年人一样。”很明显的，古时人到了报告说少年人，当王问少年人平安不平安，古时人直接回答说：“愿仇敌和一切兴起要杀害你的人都像那少年人一样。”就表示他死了。所以王很多次称亚沙龙为什么少年人？为什么？我想就是原谅他还年幼不懂事，所以才有反叛的行为。在父母亲的孩子的心中，孩子永远是什么？孩子，所以称他为少年人。那这就是我们麻烦的地方。所以我们的孩子他小的时候是小，他大的时候就已经是大了。但是我们父母呢，孩子小的时候是小，他大的时候还是什么？还是小。他做阿公了还是小。只是你还不在，如果你在的话，他有孙了，你还是把他看成什么？小孩子。这是我们的问题。你要明白，在养育的过程当中，孩子大了，你就什么？用大人来对待他。那么孩子真的是长大了吗？他自己要有大人的行为。所以如果他长大了，就是长大了。你一直把他看成小孩子，他就永远长不大。所以这个亚沙龙也是这样，所以他在大卫的眼中是少年人，少年人，他已经不是少年人了。不过可能就是给这个让他能够有反叛的行为。好，33节是很悲惨的，圣经里面很悲惨的一段圣经。33节我们读，王就心里伤动，上城门楼去哀哭，一面走一面说：“我儿亚沙龙啊，我儿亚沙龙啊，我恨不得替你死，亚沙龙啊，我儿。”所以亚沙龙的死，大卫为什么这样的悲痛？为什么？原因很多。首先，爱子心切，这是肯定的。所以做父母的最难过的莫过是什么？孩子死，而且这个死是这样的悲惨的死，他爱子心切。第二个原因，儿子没有回转，他死的时候没有回转。如果他回转了之后他死了，他还有点安慰，但是他在完全背叛的情况下他死了，所以他感到非常的痛心。还有原因是罪责很深，大卫的罪责很深。如果他不知自己的罪的话，他想亚沙龙会死吗？如果在家里面不是因为他自己没有榜样的话，孩子会互相残杀吗？如果他不是放纵孩子的话，孩子会变成这样子的吗？所以人都会罪责很深，所以他非常的愁苦，所以他就流眼泪。还有他要昭告天下。你知道亚沙龙被杀会激起那些支持亚沙龙的百姓怎样愤恨，特别是大卫，他们会认为大卫这么凶残，连自己的孩子也杀了。有时候公义这件事情很难处理的。
你从公义的角度去看，另外一边就不是从公义的角度去看，会认为你无情。所以公义跟情啊很难平衡啊！你用公义，人家说你无情；你有情，人说你没有公义，很难的。所以他这目的，为什么他哭得这么伤心？其实要告诉天下的人，谁希望自己的孩子死呢？我的孩子为什么会死？其实不是他杀的，是耶押把他杀的。所以他昭告天下，至少让那些支持押沙龙的人知道，是耶押杀他，而不是大卫杀他。所以他哭。那他这段话里面最悲伤的一句话是：我恨不得替你死。我想这是隐藏在所有为人父母心中的一个秘密。这个秘密不曾告诉孩子，就是如果来到危急的时候，父母都愿意为孩子什么？孩子死。但是能做得到吗？能做不到。大卫可以做得到吗？大卫也做不到。我恨不得替你死，但是做不到。大卫做不到的事情，上帝什么？上帝做到。所以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什么？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本来是我们应该死的，耶稣却为我们死的。所以天父的心是悲伤的，当他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但是这个耶稣的死却成就了我们人类的救赎。所以当我们把撒母耳记下18章讲到最后的时候，就是这一个悲伤的事情。但是我想上帝的带领或者上帝的计划，那就是让大卫有这样的管教，就是因为上帝对罪看的是很严重的，这个严重到这个地步，所以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感谢主所成就的一切恩典啊！接着下来他要回来了，他要回来的时候又有另一番景象了啊！他逃难的时候有一些人没有出现，他回来的时候就另外一些人出现啊！我们就在从那里再看到人性的问题啊！好，我们祷告。